最近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，叫傻子共振。听起来有点戏谑，甚至像是在骂人，但它背后所揭示的却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严肃也非常可怕的现象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就是一群人因为一个荒谬的观点聚在一起，他们相互认同，相互强化这个观点，最终形成一个封闭的认知圈子，大家只能接受错误的观点，无法再容纳新的认知。这个词的灵感其实很早就有，比如社会学家戈夫曼在1959年就提出了愚弄与被愚弄的理论。他说，为了获得圈子的认同，人们会做出一些荒谬的没有意义的行为，这是一种愚者的共振。后来美国社会学家保罗·拉波特又提出了认知封闭的概念。他发现人们往往只相信自己想看到的，已经认可的，和自己世界观相符的事物，其他东西都视而不见。说白了，就是那句经典的话，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以前这种现象虽然存在，但影响范围有限。一个荒谬的谣言最多在几个村子之间流传，很快就会被事实戳破。但在今天，互联网和算法的加持让这个现象变得空前普遍，甚至愈演愈烈。回音式效应与信息茧房，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在推波助澜呢？答案就是信息茧房和回音式效应。先说信息茧房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。你最近看了几次宠物猫的视频，算法就会持续给你推送猫的内容。除非你刻意去对抗，否则你会被困在一个看似美好实则封闭的信息世界里，就像一只蚕把自己包裹在茧里，逐渐丧失看清真相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很多社交平台还提供了拉黑、取消关注、不看类似内容的功能，这让用户可以主动过滤掉所有与自己意见不符的声音。长此以往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，你接触到的信息都越来越相似，这就形成了回音式效应。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回音室里，你的观点会不断地被放大、被重复、被强化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没有人会质疑你，大家只会不断地对你点头称赞，你的视野会越来越窄，思想会变得越来越偏激，最终傻子共振就形成了。你看，有时候一个快餐品牌的儿童餐玩具就会引发一场疯抢事件。最初你可能只是好奇，但当你停留的时间越长，算法就不断推送大家都在抢的信息，回音式效应开始成型。最终你也加入了抢购大军，那些最初还保持理智的人也成了共振中的一员。就像《乌合之众》里说的，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往往不理智，易受情绪影响，并且容易受到操纵。群体激化，网络暴力的幕后推手。当今社会，算法就像一把双刃剑，它带给我们便利，但也悄悄放大了人性中的一个可怕缺陷——群体激化。这个概念由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·斯通纳最早提出，意思很简单，当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时，他们的观点往往会比每个人单独思考时更加极端。著名心理学教授的戴维·迈尔斯将这个过程拆解成一个公式：观点的隔离加充分交流等于群体分化。首先是观点的隔离。我们的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都使用推荐算法，你喜欢什么，算法就给你推送什么。如果你经常点赞批评某个群体的言论，算法就会给你源源不断地推送更多类似的视频和文章。久而久之，你就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信息圈里，只能看到和你观点一致的信息，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。这就好比你被关进了一个只播放你最爱歌曲的房间，听不到其他任何音乐，你的品味就会变得越来越单一。接着是充分交流。在这些被算法隔离的同温层里，你和观点相似的人聚在一起，大家互相分享、互相点赞、互相评论，不断强化彼此的偏见。每一次互动都像是在给彼此的极端观点充能。当你发现有那么多人和你志同道合时，
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，甚至是正义的。这种互相吹捧和强化，让原本只是有点偏激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极端。最后是群体分化。当不同的群体都在各自的回音室里不断极化时，他们就会越走越远，形成尖锐的对立。这种极化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，有时还会导致可怕的行为，比如网络暴力。我们都看过新闻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因为染了粉红色的头发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喜悦，却被成千上万的网友无端攻击，最终承受不住压力，选择了轻生。那些攻击她的人，可能只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回音室里，不断被类似的言论强化，最终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心，把一个无辜的个体当作了发泄的靶子。虽然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曾说算法没有价值观，这句话没错，算法本身只是工具。但我们不能忽略，这个本意为我们提供便利的科技，却在客观上助长了偏激观点，甚至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帮凶。数字熔断，廉价的多巴胺。埃隆·马斯克曾有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，未来只有特权阶级才能进行数字熔断，而 80% 的底层阶级将被零工经济绑定在智能手机上。这一番话像一记重锤，敲醒了无数沉迷于数字世界的人。它的核心含义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拷问我们，你是否拥有主动摆脱数字设备和社交网络的能力？为什么上层精英会对手机心存畏惧？原因在于他们深刻的理解，隐藏在手机应用背后的算法，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使用者提供无穷无尽的多巴胺。这种化学物质带来的即时快感，能让人迅速上瘾，心甘情愿地沉溺其中，不知不觉中荒废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心理学家拉姆塞·布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只要让你的大脑持续收获快感，我们就能用极小的代价让你去做特定的事。这个特定的事，就是平台方希望你做的，比如不停地刷视频、买东西、点赞，从而被算法彻底操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一个真实的例子发生在亚马逊流域的一个原始部落，他们通过星链系统，一夜之间从原始社会跨越到了数字社会。本意是希望部落成员能借助网络了解外部世界，获得帮助。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通网的副作用很快显现，部落里的孩子们不再热衷于打猎捕鱼，而是完全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社交平台。最后，部落族长不得不无奈地选择断网。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，廉价的多巴胺对人类心智的侵蚀是多么迅速和可怕。因此，进行适当的数字熔断，或许是预防我们变傻、被操控的关键方法。这并不是要我们完全与网络世界隔绝，而是要主动控制使用数字产品的时间。多读纸质书，多去现实世界体验生活，多进行一些能带来深度满足感的活动。因为只有通过实践和努力，通过内啡肽带来的长期满足感，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廉价多巴胺的诱惑，重获对人生的主导权。认知茧房比信息茧房更可怕。我们对信息茧房已经很熟悉了，不明白信息茧房的朋友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，标题是信息茧房究竟有多可怕。这可是最难跨越的阶级鸿沟。算法时代如何破茧成蝶？但现在有一个比它更严重的东西，叫认知茧房。如果说信息茧房是信息的过滤和选择性接触，那么认知茧房则更关注你的内心认知和思维框架。它指的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、教育背景、生活环境和周围人际关系共同形成的一种封闭的认知模式。
这种模式限制了你的思维，让你在面对新信息时总是选择性的忽视，从而形成固有的偏见。去年高考期间，网上曾有一波逼清华大学改名的风潮，理由是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建的，校名想表达清除中华的意思。很明显，这些网友的认知存在巨大缺陷。他们既不知道清华二字早在东晋的诗里就出现过，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是因为设立在清代的清华园中而得名。他们缺乏基本的知识储备，也不愿意去核查信息，只愿意在自己固化的认知圈里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一切。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·拉扎勒斯说过，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并非由外部事件直接引起，而是由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认知和评价所决定。所以，你对这个世界的情绪和态度，本质上是你自身认知的投射。如果你的思维被困在一个狭小的认知茧房里，你就会用这个茧房来评价整个世界。你没见过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，你没听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。如何打破这个茧房？有人说，一个人的觉醒1%靠高人点拨，99%靠社会毒打。多阅读，多学习，多接触小圈子外的人和事，多进行自我反思。只有当你经历的多了，体验的多了，摔打的多了，你的认知茧房才能被打破，你的人生格局才能被打开。思维封闭与思维开放，你属于哪一类？傻子共振的本质其实是思维封闭。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？他们敏感、多疑，总觉得外界在入侵自己，时刻都保持着提防的姿态。他们内心自卑，思想保守，有强烈的主观意识，很难接受新的东西。相反，思维开放的人则自信、谦卑，对外界有很强的包容性。他们能换位思考，就事论事，客观冷静，很少有偏见。思维封闭的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内耗上，因为他们被困在一个角落里，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。而思维开放的人可以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外部世界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执念，不需要耗费心力说服自己。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脑袋里的一切都是对的，你口袋里为什么没有你想要的？一个真正厉害的人可以同时兼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，还能正常行事，这是一种第一流的智慧。但现实是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突破自己的认知茧房。社会最大的悲哀，被圈养的宠物人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一书中解释了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。他说，人们在群体中容易不理智，易受情绪影响，并且容易被操纵。傻子共振之下，一群人聚在一起时，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变得愚蠢，即使他们单独行动时可能并非如此。这种现象还可以被理解为愚蠢的一致性 （foolish consistency）。当一个人坚持一种错误的决策或观点，仅仅是因为眼前利益或思维惰性，他们无法顾及事实和底层逻辑。未来的世界，认知监狱将更加坚固，社会将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单元格，相同的人被放在同样的单元格里。这些单元格的墙壁非常坚实，里面的人互相肯定和认可，拥有共同的一片天。然后利用短视频、直播、游戏、网购等，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最后再把他们折叠起来。算法越发达，内容推送机制就越精明，它会精准地给每个单元格投放他们最想要的东西。这些人未来都将被喂养和投递，就像给宠物投递食物一样。绝大部分人都会活成宠物，被圈养起来，好吃、好喝、好玩地伺候着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消耗自己的时间。如何避免被算法圈养？德国政治学家伊丽莎白·诺伊曼曾提出沉默螺旋理论，当个体感觉到自己的观点与多数人不一致时，他们就会因害怕被孤立而选择不公开表达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沉默会导致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难以被听到，
而多数派的观点则因为缺乏反对声音而变得更加强势。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多元的声音，无论声音是大是小。我们这个世界也需要独立的思考，无论思考是对是错。不参与傻子共振，不做沉默的陀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。那么，如何才能逃出这样的困境？我个人有3个建议。第一，适当进行数字熔断，强迫自己每天深入阅读一些纸质书籍，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你可以在晚上或周末给自己设定一个无手机时间，专心阅读或做一件能让你深度投入的事情。第二，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。遇到和自己不同的观点，不要急着反驳或人身攻击，要学着去了解对方思维背后的逻辑，从而让自己的认知形成完整的体系。试着去读一些和你观点完全相反的书籍或文章，这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全面的世界。第三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。一个人的觉醒，1%靠他人点拨，99%靠自己开悟。绝大多数人想要明白一个人生道理，都需要自己去社会中亲自体验。只有在现实中遇到重大挫折，才会真正想清楚一些问题。所以，如果遇到困惑的事情，勇敢地去实践、去经历、去犯错，这才是你打破认知茧房的最好方式。当你能做到这3点时，就能避免自己被数据圈养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。我相信能看到这个视频结尾的朋友，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，因为你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持久的学习能力，本身就是你们强大的个人竞争力。最后送大家2句话：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流浪；灵魂走不出思维的牢笼，到哪都是囚徒。愿你我都能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，拥有独立思考的勇气，不被傻子共振所裹挟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